This country treats women like second-class citizens. We're overlooked, underpaid, and overwhelmed. We deserve a magazine that inspires us. The matriarchy awakens. 最近 HBO 发布了一个美剧叫《风骚女子》，讲述了一个女权主义者为了唤醒当代女性，创办了一本女性情色杂志的故事。这个打码都打不过来的美剧讲的故事呢，其实在70年前已经真实发生过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主人公还是男性。1953年，一本以玛丽莲·梦露裸照为封面的名叫《花花公子》的杂志一夜爆红，成了全美发行量最大的男性生活方式杂志。同样是一夜之间，一个羞涩的小镇青年逆袭为一日千金的花花公子，不仅实现了人身财务自由，也实现了颜色自由。他打造的兔女郎成了那个时代财富和欲望的象征。有人说他突破传统观念，带给了女性身体的自由和解放；也有人说他物化女性，将女性的身体视为商品。他就是史上最著名的海王，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者 Hugh Hefner 休·海弗纳。前两期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海哥的发家史，本期我们直接进入花花公子创业史的高潮部分，花花公子俱乐部的诞生，这也是传奇的兔女郎 IP 的诞生之地。说兔女郎之前，先回答一下前两期播出之后后台很多用户问我的一个问题：所谓花花公子，不就是渣男中的富贵花吗？海哥自己在杂志中给花花公子做了一个定义，他必须是一个机灵的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个有审美能力的人，一个能充分享受生活的人。好家伙，渣不渣这件事儿完全被他绕过去了。花花公子俱乐部起源于一个所有媒体人都会有的想法：如何让自己宣扬的生活方式梦想成真。描绘了那么多美好的夜晚，私人派对、爵士乐、迷彩、雪茄、威士忌，充满设计感的公寓，还有美丽的邻家女孩。这样的生活，除了能在杂志里，能不能让读者更真实的体验到呢？因为这样的想法，不同时代分别诞生了 Vogue 的咖啡馆、Monaco 的书店等线下产业，而这里面的鼻祖也是最成功的案例，就是花花公子夜总会 The Playboy Club。1960年2月，芝加哥的第一家花花公子夜总会开业了。这个夜总会呢是会员制，会员一定要有一个刻着花花公子兔子 logo 的钥匙才能进入。一进门的信息板上挂有夜总会会员的名牌，这样就可以知道还有哪位同学今晚也在。横跨大厅的是全服务式的酒吧和泳池，在那里可以和桌球兔女郎打排球，同时墙上的幻灯片滚动播放花花公子封面女郎的照片。自助餐和音乐演出什么的就不用说了，顶楼还有一个读书室，用于各种音乐和脱口秀演出。当然夜总会里的绝对明星还是兔女郎啦。兔女郎工种不同，有门口接待兔女郎、衣帽间兔女郎、摄影师兔女郎、酒吧兔女郎等等，不一而足。所有兔女郎都穿着天真而性感的兔女郎制服，而且训练有素。据说连酒吧兔女郎上酒的姿势，就是那么身体后弯，轻轻一点 ，body dip，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并且由海哥弟弟亲自培训的。That's absolutely correct. 兔女郎在这里显然已经不只是服务人员了，她们是一种只在花花公子夜总会才能拥有的视觉体验，是一种行走的活生生的品牌吉祥物，也是一种模糊了幻想和真实世界的通道。海哥在兔女郎的服装设计上也花了很多心思，他提高了剪裁，露出美腿，把胸口也放低了一点，还加上了2个关键的元素：衬衫袖口以及领结，并且最后把毛茸茸的兔尾巴固定住。单纯从服装设计的角度来看，这套制服不仅新颖，而且混合了天真和性感，堪称纯欲风鼻祖，并最终被收录在博物馆里，成为第一套受到版权保护的服装。单从设计角度来说，你们觉得这些兔女郎的服装设计的怎么样？ No returning, and though it binds me, it turns me into ashes. 夜总会大获成功之后四处开花，在美国各地还有伦敦，名流们都抢着成为俱乐部常客，等着受到长腿细腰的兔女郎的服务。不过呢，如果你要是不想被踹出门，就得遵守这里的社交游戏规则，只许看不许动手。根据海哥本人的说法，至少对绝大多数的宾客，这个规矩都是他们必须遵守的。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花花公子俱乐部是否有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就像我们前2期说的一样，真相是神话和黑化之间的100度灰。本期视频最后我们会讲这个故事的避免。我想问屏幕前的女同学，你会愿意当兔女郎吗？愿意的扣1，不愿意的扣2。我猜大多数的答案肯定是不愿意，毕竟时代和社会环境都不一样了。不过在1960年的美国，漂亮姑娘排着队想来招募兔女郎的那天，在花花公子办公楼外，几百个姑娘在芝加哥寒冷的冬天里排了几小时的队，连海哥自己都震惊了。之所以有那么多漂亮女孩来应聘，主要还是因为海哥的招聘广告写得吸引人。不得不说，单就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来讲，
这个广告放在2022年也很吸引人吧，尤其是能四处旅行这一点。不过这广告是否言过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纪录片中的样本不够。不过我们能确知的是，兔女郎的收入在当时还是非常丰厚的，他们中有的兔女郎挣的钱甚至超过了他们服务的花花公子会员。据说他们收小费只能放在胸口的紧身衣里，下了班钞票抖落一地。花花公子夜总会成功的让杂志接了地气，这让花花公子的发展更加势不可挡。全美国1/4的男性都订阅了这本杂志，剩下的3/4估计大都借阅了。故事讲到这里，大家是什么感受？如果你此时闪现的想法是海哥好牛啊，这才叫人生开挂啊，那么请记得，所有光明背后都有阴影。让我们进入天才的避免真相时间。距离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开业10年后，随着美国性解放运动从兴起到成熟，海哥的社会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作为一个性解放运动的重要意见领袖，开始受到了更多质疑和挑战。海哥所倡导的性解放，指的是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展现自己的身体。然而我一直认为，自由和禁锢永远是并行存在的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我们刻意强调某种自由时，禁锢也会同时被强化。当我们在强调女性有裸露的自由时，同时也把她禁锢在性感的牢笼里。1970年，在和著名女权主义者的访谈节目中，海哥被女权主义者 Susan 指责贬低女性形象和物化女性。Susan 甚至当面问海哥：“你为啥不自己穿上兔尾巴来参加节目呢？” For women is degrading to women because you choose to see women as sex objects, not as full human beings. Well, obviously Hold on degrading. now. The day that I haven't finished. The day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come out here with a cottontail attached to your rear end. The day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come out here with a cottontail attached to your rear end. 你觉得海哥是解放女性的扣1，物化女性的扣2，两者皆有的扣3？这个问题不仅现在看来极具争议，当时媒体也是吵到不可开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虽然海娜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但她所提倡的根本就不是女性自由。她凭借自身对商机的敏感，将女性的身体转变成了某一种商品，让软性颜色服务完全融入了主流社会，以至于在1997年海娜去世时，各大媒体的报道都聚焦在她的争议性上。女权主义的风波之后，海哥又遭遇了底线更低的竞品成人杂志 Penthouse 的挑战，收入利润急剧下滑。接下来2000年开始的互联网大潮又彻底打击了包括花花公子在内的所有杂志。2020年，在海哥逝世3年后，花花公子杂志宣布关停，全世界一阵唏嘘。如今的花花公子已经不是一个媒体了，但是这个品牌还保留着，依靠着品牌 IP 授权，那个经典兔子 logo 继续出现在男士 T 恤、领带和香包上，相信大家小时候都见过了吧。海哥的人生讲到这里，我想到了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少有人走的路》。海哥的人生就像他一手创建的花花公子商业帝国一样，在几十年里经历了从兴起到鼎盛到衰败的全过程，走完了佛学中沉住坏空的全过程。海哥的一生体验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巅峰，也体验到了他们的幻灭。随着海哥的商业帝国日渐衰落，海哥的晚年也走到了需要变卖自己的豪宅才能支持他高昂的日常消费的地步。而他的个人生活中也屡遭不顺，海哥青葱的第一次婚姻就受到被绿的打击，之后彻底放弃了固定伴侣的情感生活，开始像杂志每月换封面一样换女友。然而当他在各种开放关系中越走越远，直到无法回头的时候，却又在40岁遇到了他的真爱芭比，第一次尝到真正爱的感觉。然而命运戏谑的是，人生挚爱离开他的原因和他抛弃自己无数个前女友的原因一模一样。随着芭比的事业起飞，无法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海哥身上，两人最终无奈分手。海哥人生最重要的失去，除了这个人生挚爱以外，还有跟了他14年的助理，也是他的左膀右臂Bobby。Bobby 是为了保护被诬陷的海哥，导致入狱，最终自杀的。而失去 Bobby 是海哥人生中一系列失去的开始。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海哥简直活出了男人们的梦想：财富自由、颜色自由、体验自由。然而他也经历了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然而这一切又一个个离他而去的痛苦。你愿意过像海哥这样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的人生吗？最后，我想以海哥写在《花花公子》杂志上的人生格言结尾 ：Life is too short to live in others' dreams。人生太短暂，别活在别人的梦里。好了，这期金钱彼岸就到这儿了。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